小萝莉伤心落泪，坑娃的爹竟跟她比谁哭得更响，只因她绑定了摆烂带娃系统，积累情绪值就能走上人生巅峰。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总想骗我压岁钱，你真是我亲爹吗？随着记忆涌入，董晨确定了自己穿越的事实，他不仅多了个5岁大的女儿，还带着女儿参加了一档名为《父爱如山》的直播真人秀。这丢人要丢到全国各地吗？作为百年孤独的尊享 VIP 用户，我连女朋友都没有，拿什么带娃？摆烂带娃系统已绑定，通过特殊的带娃方式对周围人产生影响，收获情绪值，可利用情绪值进行抽奖。当前情绪值为0。嚯，原来是有外挂呀！那没事了。球球，我知道你想哭，但是你能不能先别哭？谁家亲爹给闺女取名叫董个球呀？是不是有人说你名字不好听啊？他们懂个球。董晨说完后，哭声不仅没小，还飙升了一个档次，就连房间里的跟拍大哥都被吵得脑仁疼了。节目马上开播，我这机器也马上开了。第一印象很重要，你抓紧把娃哄不哭吧。我劝你别哭，因为我哭起来可比你嗓门大多了。还哭是吧？那我陪你，谁先停下，谁是小狗。与此同时，父爱如山节目也正式开始。育儿带娃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。接下来，我们分别走进3位不同年龄段家长带娃的生活里，观察、学习、反思。每位观众每天都有1次投票权，最终票数最高的家庭会获得节目组的长期合作邀请和500万育儿基金。下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吧。直播画面来到第一个家庭，80后爸爸在厨房忙碌，目之所及，不管是厨房还是客厅，完全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。画面一转，90后爸爸窝在沙发上睡得很安详。画面再次一闪，董晨的正脸还没出现，他底气十足的哭声就响彻了整个直播间。啥情况？这个爸爸咋了？好像他女儿也在哭，但是没他哭的响。无敌了，这就是所谓用魔法打败魔法吗？相比弹幕上的欢乐，演播厅里的气氛明显不对，尤其是年纪最大的那位育儿专家李静，更是气得一拍桌子，开始了批评。这个00后爸爸太胡闹了，孩子哭了不去哄，反而是去刺激孩子的情绪。是呀，他怎么舍得让孩子哭的？不说情绪，哭多了对孩子的身体也不好啊！这个爸爸太不合格了。好的，3位爸爸我们都认识了，下面请各位观众根据你们的第一印象，选择目前自己心中最喜欢的奶爸。3位奶爸原本同在一条水平线上的排名头像立刻变化了起来，且3人的票数相差极大。80后爸爸张健得票7万，稳居第一；90后爸爸陈峰得票3500，位居第二；最后是董晨得票250。宿主摆烂带娃引起了周围人的情绪反应，收获情绪值534点，当前情绪值为534。温馨提示：最低级抽奖需要消耗12万情绪值。听到情绪值进账，董晨心里乐开了花，但他的哭声更大了。唉，爸爸你别哭了，这还上电视呢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尴尬呢。我认输，我服了。不是，是我眼睛花了吗？娃去哄爸爸了。妈呀，魔法打败魔法了！我儿子正在我边上哭，我要不要也试试这个办法？这届爸爸太难带了。从第一印象来看，大家似乎喜欢80后爸爸张健更多一些。下面我们就正式走进他们的生活。80后爸爸张健这边，丰盛又美观的营养早餐已经做好。张健走进女儿的房间，萌萌，起床的时间到了，宝贝醒醒。萌萌刚睁开眼睛，下一秒就被张健捞了过去，帮着穿衣服。爸爸，老师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萌萌想自己穿衣服。不行，爸爸都给你安排好了，你自己穿衣服会不会不舒服？会不会伤到自己不说，耽误了时间上学可就迟到了。不错，提前给孩子做早餐，准备好要穿的衣服，还给孩子规划好了时间。萌萌爸爸的带娃方式认真仔细有计划，非常的不错。隔壁90后爸爸这边，陈峰被女儿一拳对醒。爸爸别睡了，我要迟到了。我去，涵涵对不起啊，爸爸昨天打油，不是，爸爸昨天加班太累了，睡过头了。哎，不给孩子做饭就算了，上学也不重视，这样的家长难道就对孩子的未来一点也不担心吗？由于3个家庭在直播间的弹幕是相通的，所以现在弹幕上不仅有赞美张健的，有质疑陈峰的，还有一些弹幕竟然是夸赞董晨的。卧槽，刚才用了他的方法，我竟然也把我那个一哭就没头的不孝子给战败了。以前都要答应他好多条件才行，这次他竟然啥都不要了。666，这位00后爸爸的带娃方式虽然看起来有些荒诞，但是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摊牌了，我的孩子是熊孩子，似乎00后爸爸的带娃方式对我更有用，我今天这票投给他了。宿主摆烂带娃收获情绪值1253点，当前情绪值为1787。怎么样？现在知道一直哭有多让人讨厌了吧？知道了，你厉害。嘿嘿，那是当然。不过你还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爹吗？想知道。那你给我拿200块钱，我就告诉你。哈哈哈，这个00后爸爸可太损了，娃这才不哭了，他又要坑娃的钱了。
我跟爸爸心连心，爸爸跟我动脑筋，毁灭吧，这个家不待也罢。不好，球球的眼神越来越清澈了，估计要上当。太过分了！家长是孩子的依靠，他这么做会消耗到孩子对家长的信任，这简直就是不可理喻，是反面教材。李老师别激动，照您说的，他的带娃方式若是不对，那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带出的娃不够优秀。时间还长，咱们往后看看。看吧，这个00后爸爸这样带娃，肯定会毁了那个孩子。直播中，球球经过几番内心的天人交战之后，还是选择花200块买个真相。天可怜见，我真的不是想坑孩子的钱，只是想证实一下球球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没有变强。我怎么会不是你亲爹呢？除了我这么帅的人，能生出你这么好看的女儿，谁还有那么强大的基因啊？球球小嘴一撇就要哭。哎，算了，哭好像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，而且我一哭，万一老爸又跟着哭怎么办？至少老爸以后用这个理由骗不到我的钱了。200块买个记性，挺好的。我以为球球又要被老爸坑哭的，他竟然没哭。家人们，我悟了呀，这00后爸爸不是要坑球球钱，他是在故意打击球球，想看看球球还会不会哭。不是，你们难道没人注意？球球给了爸爸前后期待的小眼神吗？他不会真的希望自己这个不靠谱的爹不是亲爹吧？宿主摆烂带娃，收获情绪值4326点，当前情绪值为6113点。看来通过这个直播节目，的确是个收获情绪值的好途径。我还真的要加把劲，往冠军上冲一冲啊，争取成为这个节目的长期合作伙伴。唉，我上辈子一定是过太好了，这辈子摊上这个不靠谱的老爸。爸爸，我不想喝牛奶了，晚上睡觉前喝，早上睁开眼喝，我真的是看见牛奶就想吐了。不行，牛奶必须要全部喝完的。萌萌啊，你知道有多少小朋友想喝牛奶都喝不上呢？你怎么可以挑食呢？我才不是挑食，只是今天不想喝而已。萌萌忍着恶心捧过杯子，刚喝几口就吐了出来，杯子也摔个稀碎。怎么了？萌萌是被呛到了吗？没事吧？爸爸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是喝不下了。没事，只不过我们要加快一点进程，不然上学要迟到了。萌萌爸爸的教育方式就很好，没有责骂，只有耐心，从始至终都是满脸笑容，比某些带娃也要摆烂的家长强太多了。可是萌萌做错了什么？她只是不想喝牛奶，少喝一杯牛奶怎么了？火爆辣椒说的没错，所以我把票投给董晨。笑死我了，能给专家已经比喻成火爆辣椒的，家里要请高人了。瞬间，原本支持率最低的董晨，票数超越了排名第1的张健，主持人愣住了。专家的话要反着听，算是被这届网友玩明白了。陈峰这边送女儿去上学，才刚开车走出不远。涵涵别慌，这次爸爸肯定不能让你迟到。听不到女儿回应，陈峰回头才发现后座空无一人。唉，我那个不靠谱的爸，啥时候才能发现我还没上车啊？董晨这边也算是卡着时间，将球球送到了学校。老爸，放学了你可别忘了准时来接我，别又把我忘了。放心，同一个错误你老爸不会犯2次，这次肯定不会忘了。老爸拜拜。等球球一条腿都迈进教室后，董晨的声音又在他身后响起：闺女，学得进去就学，学不进去就多吃点饭，爸爸给交了伙食费的哦。哪里？哈哈，震惊老师100年，别人家都是嘱咐娃好好学习，他却生怕娃不肯炫饭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的话。看看，就这种带娃方式，你们怎么会给他投支持票的？这种带娃方式往小了说，是在坑害娃的未来；往大了说，就是在坑害整个龙国的将来。我并不完全同意李静老师的说法，我认为幼儿园的孩子吃饱饭、玩得开心，比学习更重要。什么呀？我同意李静老师的说法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教育都是不容忽视的。我也支持李静老师，现在吃苦是为了以后不吃苦。笑了，我们这一代就从小开始卷，现在还不是裹得逼屈的要死。管你们怎么说，我就是支持董晨，投票就完了。至此，董晨的一句学得进去就学，学不进去就吃上了热搜，吸引来了更多的观众。父爱如山这档节目的知名度蹭蹭上升。宿主摆烂带娃引起大规模情绪反应，收获情绪值12万，当前情绪值12.7万。温馨提示：宿主当前持有情绪值，可完成1次低级抽奖，请问是否进行抽奖？嚯，这就够1次低级抽奖了。看来如何带娃的确是被很多人关注的问题。系统，我要抽奖！恭喜宿主抽中神级小摊美食记忆烤地瓜，从此瓜香不怕巷子深。还不错，这也算是有一技之长了。好歹是自己当老板，比打工受气强。董晨打了一个哈欠，两个眼皮有些发沉。要不一起睡一觉？董晨盯着跟拍大哥，大方的将盖在自己身上的毯子掀开一角。不，我这还上班呢。那行吧，你不睡，我可睡了。不是吧，娃送去上学之后，不是应该抓紧去上班了吗？这咋还睡上回笼觉了？谁说不是呢？那个80后爸爸张健送了娃，就去公司上班了。90后爸爸更是家都回不去了。让娃在学校摆烂，他在家里摆烂，我愿称之为摆烂父女组合。
时间一晃就到了下午，孩子放学，董晨这才骑上小电驴，不紧不慢地赶往了球球所在的幼儿园。球球走到校门口时，董晨一眼就看到了女儿有些臭臭的小表情。那个球球爸爸，有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，就是下午的时候，球球和一个小朋友起了点小争执，不过经过老师的调解，他们已经互相原谅了对方，握手言和了。董晨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但看向球球时又恢复了往日温和的样子。打架了？赢了还是输了？受伤没？小丫头嘴角撇了撇，眼底有一抹泪花闪烁。我没动手，是朱振辉要抢我的玩具，我不给，他就把我推倒，但是我没哭。董晨直勾勾盯着老师的眼睛，沉声质问：这就是你说的小争执？还调解好了？球球爸爸，你别激动，小孩子之间难免有冲突的。球球，你跟爸爸说说，老师是怎么处理的？别怕，实话实说，有老爸呢。董晨将球球揽在怀里，语气坚定：球球爸爸，你这就没必要了吧？本身就是孩子们之间的小事，而且他们也都原谅了对方，你又何必小题大做？老师，我在跟我家孩子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我操，董晨是真猛啊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我看不下去了，董晨快让老师飞起来！支持董晨的扣一，不支持的扣眼珠子。老师说小朋友之间要相互谦让，就让我把玩具让给了朱振辉，然后老师就让我们握手言和了，可朱振辉并没有给我道歉。董晨一把将球球抱起来，面色更加阴沉。王老师，你对处理好，是有什么误解吗？那个朱振辉是个男孩子，而且脾气相当顽劣，稍有不慎，他可能就会撒泼打滚的。球球的性格就不那么强势，我也是怕那个朱振辉以后还会针对球球，所以你就让球球吃亏，挨了打还要让出玩具？我们家孩子老实，那就活该受欺负。他们家孩子脾气不好，就该被哄着。王老师，既然你不能给我孩子一个公平，那我要求查看教室的监控，我要拿着监控去找园长，去找那个什么猪，还有他的父母，甚至我会找专门的教育部门，也不排除找帽子叔叔。球球爸爸，这点小事不至于吧？怎么不至于？对你来说是小事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女儿就是我的天，女儿的事就是天大的事。球球，你就记住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爸爸都会站在你身后。咱们不惹事，但是绝对不能怕事。咱们不欺负人，可别人也别想欺负咱们，懂了？懂了。球球小脸上那种委屈神情一扫而光，他的大眼睛里，董晨的身影似乎在发光。好吧，那我答应肯定会给球球和你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，这事儿就别再闹大了，好吗？球球，老师先给你道歉，对不起，然后老师让朱振辉明天也给你道歉，好吗？行，那就等明天吧。你让那个什么猪来给我们家球球道歉，并且做出保证，不会再欺负我们球球。王老师再见。5岁小萝莉在学校被欺负，00后奶爸为女儿霸气出头，小丫头感动坏了。闺女，爸爸永远是你的靠山。老爸，谢谢你，么么哒。客气啥？等以后你别把老爸氧气管就行了。就拔，嘿嘿。你敢看我不打你的屁股？别跑！我哭死！他们相处起来真的是一点隔阂都没有。球球也太可爱了，上一秒还在给老爸献吻，下一秒就要拔老爸的氧气管。急！请问怎么夺走陌生小孩的抚养权？宿主摆烂带娃，收获情绪值15万，当前持有情绪值共15.7万。温馨提示：高级抽奖已解锁，单次高级抽奖需消耗250万情绪值。多少？250万？怎么不去抢啊？哎，算了，贵肯定有它贵的道理，是鸭子还是孔雀？等攒够情绪值，抽一次就知道。演播厅内众人依然吵得不可开交，最后还是主持人打了圆场。好了，所有不同的声音都是为了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带娃方式。下面我们还是继续关注3个家庭的实况吧。球球，咱俩玩个游戏呗。又想骗我零花钱？哪能啊！我们来背春晓，要是你先背完，我就给你100块零花钱。我先背完，你就帮我把垃圾倒了，怎么样？幼稚。球球嘴上嫌弃，小手却偷偷翻开书页。5分钟后，老爸，我背完了。这么快？我不信，背一遍给我听听。球球快速把春晓背了一遍，眼里充满期待。很棒，去把垃圾倒了吧。可是我先背完了呀。嘿嘿，这首诗我小学就背下来了，抱着给你背一遍都没问题。说着，董晨突然捂住肚子哀嚎：“哎呦喂，爸爸肚子好痛，肯定是昨晚吃了不干净的过期泡面。”老爸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叫救护车？不用，你去帮我把垃圾倒了就行，我躺会就好了。可垃圾袋比我人还高啊！那算了，让爸爸疼死吧。董晨突然开始抽泣。诞生单亲家庭的孩子早当家，等你18岁去派出所改名叫董孤儿。别说了，我这就去倒。球球算是看明白了，董晨完全就是懒得下楼，找各种借口让他帮忙倒垃圾。谁让他是我老爸呢？冲着吧！球球拖着巨型垃圾袋踉踉跄跄出门，活像一只搬运松果的小松鼠。刚想说董晨变这么大方，我还不习惯，原来是我想多了。球球表示，我把老爹揣兜里，
老爹给我踹沟里。傅爱如山体滑坡。演播厅里，专家李静气的拍桌。利用孩子的同情心完成家务，这是赤裸裸的情感绑架。然而球球倒完垃圾回来，突然看到桌上摆着2块小蛋糕和100块钱，这是给你倒垃圾的奖励，拿走吧。这就是父爱吗？刚还觉得董晨有些过分，是我格局小了。我哭死了。虽然董晨懒了点，但看得出来他是真的爱球球。某个火爆辣椒怎么不说话了？是对说话过敏吗？宿主摆烂带娃，收获情绪值22.5万，当前情绪值38.2万。球球坐在董晨怀里吃着小蛋糕，突然想起来一件事。老爸，幼儿园明天要组织活动，叫我是小摊主，需要摆一个摊位。嗨，能摆什么？不就是让大人陪着小孩过家家吗？没意思。见球球没兴趣的样子，董晨问道：那你想摆真摊？当然想，最好是真的能赚钱的那种。球球想起自己快被掏空的存钱罐，就一阵心疼，巴不得能跟老爸在幼儿园摆真摊赚真钱。好，包在老爸身上了。不过到时候你可别怕苦，别怕累。正好可以教球球烤地瓜，万一球球考不上大学，那烤地瓜也不失一个手艺。说我摆烂带娃，你们逼着孩子各种卷的时候，我的孩子已经有了一条出路了，好不好？难道你们就没人好奇董晨明天会带球球摆什么摊吗？还能摆什么？无非就是糖果、旧玩具、小饰品啥的。哈哈，你不会真以为会有人带着孩子摆摊做生意吧？另一边，沉浸在作画中的陈子涵把摆摊的事情抛之脑后。涵涵画画呢，让爸爸看看你在画什么。哟，幸福一家人，这是你和爸爸妈妈吗？不是，这个是我和我未来老公，还有我们的女儿。那爸爸妈妈呢？这2个小土包就是。笑死，清明上坟土。涵涵人还怪好的，没给你们夫妻俩分开买。埋的地方也不错，有棵树能乘凉，夏天不用怕热了。画面一转，张健正陪着萌萌读唐诗300首。爸爸，明天老师让家长带着我们摆摊。好事啊，那爸爸明天请假陪萌萌摆摊好不好？你想卖点什么？糖果可以吗？我想卖鸡蛋汉堡。那可不行，你太小了，做不来那种的，就卖糖果吧。好吧。萌萌有些失落，但是也有些习惯了。那我可以跟你去超市买糖果吗？不行，你得留在家里好好读书学习。我的天，这个80后爸爸也太会带娃了吧，他对娃真的好有耐心，好负责。萌萌也很乖啊，爸爸让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比我家的蜜子乖1000倍。萌萌虽然没哭没闹，但是我总感觉有点压抑呢。对呀，节目开始以来，萌萌提出的想法无一例外都被爸爸否决了。既然家长都做好了决定，还问孩子意见干啥？不看了不看了，萌萌虽然乖，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球球和董晨的相处方式。第二天一早，董晨煮了鲜虾蔬菜粥，又弄了几张鸡蛋饼。我去，谁说的董晨带娃不靠谱的？人家这厨艺一点不比那个张健差，好不好？你们快看球球吃得多高兴，这小吃货简直太可爱了。是我肤浅了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我肯定会认为董晨这是叫的外卖。先生您好，您的外卖到了。董晨走过去打开门，从外卖员的手里接过了一个外卖袋子。爸爸，那是啥呀？麻辣香锅，还有2个鸡腿堡。来，球球一起吃。可是我已经吃饱了。吃饱了也不要紧啊，再塞一点，大不了就像上次一样，积食，肚子疼2天吐几次就好了。不，我不吃了，积食太难受了。哦，那是你自己不吃的哦，别到时候又说我背着你偷吃好吃的。老爸，你不是说小孩子要尽量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吗？对啊，但是我不是小孩啊。哈哈哈，这厮怕不是个老六准是吧？我刚才还感动，他起那么早给娃做早餐呢，感情是要抓紧把娃喂饱，然后自己独享美食。学到了，以后再也不用背着孩子去偷吃好吃的了。球球表示，爸，这氧气管必须拔，孙悟空来了都拦不住。这才刚开播不久，董晨的支持票就已经来到了恐怖的20多万票。吃完早餐后，董晨牵着球球来到楼下。老爸，你能走快些吗？每次都卡点到学校，以后别说考大学，就是考地瓜都考不上了。你考上了清华，他考上了北大，我考上了地瓜，烤地瓜，又香又甜的烤地瓜。老爸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摆的小摊吗？没错，你大学考不考得上我不知道，但是地瓜你一定能考上。走，赚钱去。董晨，学校的活动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沟通能力、理财能力、情商等等，你确定带着娃去烤地瓜？那我问你，烤地瓜不是摆摊吗？是。那卖烤地瓜不要跟人交流吗？沟通能力锻炼了没？锻炼了。烤地瓜不要收钱吗？理财能力锻炼了没？也锻炼了。还有那情商什么的，我想只要和人打交道，都可以锻炼到吧。所以我带女儿去摆烤地瓜摊，不行吗？行。球球，你知道小摊怎么能更引人注意吗？吆喝。球，懂得还挺多。那你知道怎么吆喝吗？球球想了想，拿出一个小喇叭，然后一道奶声奶气、带着撒娇语气的吆喝响了起来。爸爸妈妈，
我要吃烤地瓜，吃大快滴，1块够不？够了，谢谢爸爸妈妈，你们真好。啊，别看我可没教他，这孩子完全就是卖烤地瓜的先天圣体啊。另一边，陈子涵终于想起摆摊的事，怎么不早说？这都快迟到了。慌乱中，陈峰突然想起自己给子涵买了不少玩偶。那个涵涵呀，爸爸想好要卖什么了，你先下楼等爸爸好吗？虽然不太理解，但子涵还是先下了楼。没过多久，子涵就看见一只马喽拎着个麻袋走过来。有人贩子！瞎叫啥？看清楚点，我是你爸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子涵这才安静下来。爸爸，你为啥穿成马喽啊？我是狗，不想见人。子涵无语了，在他的认知里，让陈峰当众拉屎确实困难，但要说他社恐，那纯粹是天方夜谭。最后在子涵的逼问下，陈峰这才说出实情。原来陈峰不是社恐，只是不想见他当年追过的那个非主流初恋女友。那个女生今天也会陪着孩子摆摊，还跟子涵一个学校。这是直播，要是我在镜头前跟那个葬爱家族大公主有任何眼神交流的话，涵涵，你也不想爸爸被你妈妈安排个英年早逝吧？好吧。子涵只能任由老爸缩进玩偶服里，至于外界那些各种审视好奇的目光，就全部由他那小小的身躯来承受好了。对了，爸爸，麻袋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这个你先别管，等到了就知道了。萌萌，待人说话一定要有礼貌，知道吗？萌萌，糖果怎么卖的都记下了吗？到时候千万别卖错了哦。萌萌，等活动结束之后，你一定要把收到的钱再都还给小朋友们，知道吗？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交到更多好朋友了。张健说一句，萌萌就点一下头。一直等到了学校，老师让张健带着孩子先去操场上选摊位。爸爸，那个位置有树荫，中午的时候会热的，我们去树荫下吧。萌萌，爸爸不是教过你孔融让梨的故事吗？我们到了中午会热，那其他的小朋友就不会热了吗？那个位置留给别人吧。萌萌爸爸，你刚刚的话我都听见了，教育孩子要谦让是没错，不过树荫位置那么多，你们又是第一个来的，占一个也无所谓的。不，既然要让孩子知道这个道理，就肯定是要做了才有意义的，不然光明白道理而不去做，那明白道理又有什么用呢？张健的话让老师脸上的笑容一僵。没想到萌萌爸爸对孩子的教育这么严格，佩服。董晨刚载着球球到了幼儿园，老师就带着一个胖胖的男生来到他们面前。朱振辉，过来给球球道歉。王老师说了一声，那个小胖子这才有些不情愿的走了过来。臭小子，让你道歉你没听到吗？你还欺负你同学，我不是教育你，学我做一个绅士的吗？懂个球，对不起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。好吧，既然你都挨揍了，那我就原谅你吧。随后，董晨带着球球来到了操场。老爸，去那里。好嘞。董晨弄好炭火，又洗好了一些地瓜，就将几个地瓜往烤炉里面一焖。球球，给你个任务，把剩下的地瓜都洗了，然后放在这里备用。遵命。球球吭哧的端着小盆子去操场另一边去接水，只是一路走来，有大半盆子都被洒在身上。而这时，董晨支了个躺椅躺上去刷起手机。你就不去帮孩子，看给孩子累的啊？帮什么？帮孩子打水、洗地瓜。大哥，我蹬了一路3轮车，很累了好吗？再说这活动是叫小小摊主，我要是啥都承包了，那不如让娃在家睡觉好了。好吧，又是无力反驳的一天。哈，自己懒就说自己懒，还理直气壮上了呢。球球表示，终究是我错付了。又开始摆了吗？这才刚正经了没半小时呢，哈哈。10几分钟后，一道勾人的香味开始在幼儿园操场上弥漫。恰巧一位记者来幼儿园采访。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很快，记者注意到董晨的摊位。这位家长，你这是带着孩子烤地瓜吗？是啊，要不要来一个？不甜不要钱。说着，董晨戴上一副隔热手套，一把将烤炉打开，烤地瓜的香味彻底被放飞。顿时，周围的家长全都围了过来。哇，好香啊！是啊，突然就饿了是怎么回事？不行，是小时候的味道，我受不了了。怎么卖的？我来3块。我也要。买地瓜别找我就是个打工的，去找摊主吧。顺着董晨手指方向看去，众人看见了玩水玩得正嗨的球球。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多人？球球，别洗地瓜了，快点开始卖吧。来啦！我要2块，小美女，给我拿2个大的。球球啊，我家小雨和你是同学呢，先给姨姨拿2块，小雨都馋哭了。我爸瘫痪在床10多年，刚家里来电话了，说他闻到烤地瓜的香味，突然就站起来了，嘴里一直嚷嚷着要吃。他老人家就这点心愿，先给我拿2块吧。闻着香味凑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很明显，刚烤出来的地瓜根本不够分。不过很快，小丫头灵光一闪，拿起自己的小喇叭按下开关。排队！底气十足的呐喊几乎是响彻整个操场，乱糟糟的顾客们顿时安静了下来。啥时候排好队就啥时候卖哦，我反正是不着急的。我丢，球球这一嗓子，着实出乎我意料啊！我刚还怕球球会在镜头前出糗呢，毕竟那些顾客太疯狂了。不是，我家儿子见到邻居都会害怕的不敢说话，球球怎么面对那么多人还这么大方的？
楼上的问题问得好，请问你家孩子爹会和你家娃比谁哭的嗓门大吗？这个球球的反应的确是出乎我的意料了，他不但没哭，甚至连一点点的慌乱都没有，而且喊话之前还知道打开小喇叭。是啊，球球的反应无疑是让人眼前一亮的。家长永远都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我认为董晨并没有摆烂带娃，他只是在用实际行动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球球。5岁小女娃幼儿园摆摊卖烤地瓜大赚，数钱数到手抽筋。00后奶爸被闺女坑到鼻冒烟，明天还要去校门口还债。各位想吃地瓜的叔叔姨姨，还有小伙伴们，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，我决定采用预付款模式卖地瓜。叔叔姨姨还有小伙伴们可以先交钱，然后就可以去忙其他的事情了。等地瓜烤好，我会拿着小喇叭喊你们的名字过来拿。看向球球，董晨忍不住心里感慨：这小丫头脚脑瓜里是装了多少鬼主意？那我交钱，交了钱就不用排队等着了吧？我叫朱大肠，要2块地瓜，先交10块预付款可以吗？我也交钱，我也买2块。我叫肚子疼，这是我的10块预付款。还有我，球球真是做生意的先天圣体啊！预付款他怎么想到的？问题是球球会写那些人的名字吗？不会写字的话，到时候他要怎么找到交了预付款的人呢？哈哈，盲猜这下董晨要有活干了，摆烂的好日子结束了。董晨看着球球一脸坏笑盯着自己，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老爸，他叫朱大肠。老爸，他叫肚子疼。老爸，球球慢一点，老爸要跟不上了。董晨这边奋笔疾书，球球在一旁边收钱边念名字。小老板，要是我交了钱，今天拿不到烤地瓜怎么办？先不说董晨带的食材明显撑不到今天结束，等小小摊主的活动结束，幼儿园明天就会正常上课，但球球依旧丝毫不慌。放心，今天烤不完，不是还有明天，到时候提名字就可以找我爸爸要烤地瓜。明天我上学，就让他来幼儿园门口摆摊好了。嚯，好家伙，合着今天他把该收的钱都收了，剩下的烂摊子就交给我处理了。算了，给我就给我吧，毕竟哪个正常人会嫌钱多呢？很快，烤地瓜被一扫而空，周围人逐渐散开。董晨趴在躺椅上累成狗。终于挤进来了。烤地瓜卖没了。记者一脸失落，但是突然想起自己还有工作，又马上露出职业笑容。这位家长，我想采访您一下，可以吗？见摄像头对到自己脸上，董晨猛地坐起。当然可以，采访上说真话不？当然可以说真话了，我们要的就是真话。那这位家长，请问你对教育部门组织的这次活动有什么看法呢？瞎折腾呗。董晨的回答就4个字，却给演播厅里的李静气个要命。胡说八道！这么有教育和纪念意义的一次活动，这怎么是瞎胡闹呢？要说瞎胡闹，也是他一个人在瞎胡闹。隔壁从动物园跑出来的马洛都比他强。没等李静继续输出，直播画面中记者再次开口：那您为什么会认为这是瞎折腾呢？首先就是折腾家长。今天是工作日，相信不少家长都是请假来的吧？有些单位随便扣你点全勤奖，这一天损失个4位数也不是不可能。而且我写了100多个名字，笔都快抡冒烟了，后面甚至直接念上网名了，那个叫性感母蟑螂吃遍银河系的，你敢指使我吗？董晨深吸一口气，又接着说：再一个就是折腾孩子，我这个摊位还有些树荫，但是有的孩子就没这么好运了。那您觉得今天这个活动真的没一点好处吗？董晨认真思索了一下，真诚说道：好处当然有了，今天我姑娘可没少挣呢。嘿嘿，你还真是一点假话不说哈。记者采访完董晨就直接离开了，只想早点下班回家睡觉，好赶明天的第一波烤地瓜。5岁小萝莉卖烤地瓜赚了人生第1桶金。00后奶爸带她去吃了火锅，一旁的跟拍大哥却接到了领导打来的一通电话。好，我马上转达。董晨，节目组在演播厅组织了一场交流会，你看你方便过去参加一下吗？行啊，没问题，吃了饭就去。很快，两人吃饱喝足。老爸，擦嘴。我闺女是真疼老爸。都自己人，客气啥？你不是还请我吃火锅了吗？球球抱紧自己的小猪存钱罐，试图躲避董晨的眼神。放心吧，说我请就我请，不会打你小钱的主意的。付钱后，董晨带球球直接打车去了演播厅，主持人笑脸相迎，只是还没开口，董晨就递去一张小票。你好，来钱的车票能不能给我报了？没问题，不光来的票给报，走的票也给你报了。Hello， 球球，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厅的现场。怎么样，看到这么多人紧张吗？球球眨眨眼，轻轻摇头，不紧张，就是有点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我没带我的烤地瓜摊，不然这么多人，我又可以赚好多小钱了。哈哈，球球还真是个做生意的先天圣体呢。来，叔叔带你到座位那里好不好？董晨和球球入座后，李静率先发言。董晨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为你女儿的未来想过？不好意思，这位专家，我不知道你口中的未来到底是指的什么。是我闺女10岁之后，
还是他20岁之后，亦或是100岁之后？董晨，我希望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。我说的未来，当然是指孩子步入社会、独立工作、生活之后。董晨一笑，指了指球球怀里的小猪存钱罐。哦，你不就是想问孩子以后要靠什么生活吗？我考虑了呀，而且他还做得挺好的。你的意思是让孩子以后靠烤地瓜生活？李靖脸色更加阴沉，差点喷出一口老血。那咋了？是不是赚钱？是不是自由？这都什么社会了？李专家，你心里不会还对某个职业有偏见吧？不等李靖反驳，董晨又接着说道：好，就算烤地瓜这个职业在大众眼里算不上光鲜亮丽，那在工位上忙得焦头烂额，既要忙工作，又要应付同事间的人情世故，功劳不是你的，甩锅你出来顶包，拿着那点工资买车买房都不敢想，这样就算光鲜亮丽了吗？没错，你最起码穿的人5人6，但是想想，你真的有资格看不起烤地瓜的吗？我对我闺女没有别的期望，她从来不是我拿来炫耀的资本，更不是我在某些层面的寄托。我的闺女，我就只要她开心快乐、平安健康，这就足够了。我操，老子看个直播，咋还被点名了？我也被点名了，1个月累死累活，到手的工资连维持温饱都困难。哈哈哈，楼上兄弟好惨，我就幸运多了，我老婆体谅我，跟爹人跑了。现在我的生活压力小多了。呵呵，我爸妈2个初中毕业，却逼着我考清华北大，说什么有志者事竟成。我就想问一句，那为啥你们不行？其实我的爸妈也是那样的，而且还总拿我和亲戚家的孩子比。现在我有孩子了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成为我最讨厌的那种爸妈。那个，打断一下，没人关心一下李靖专家吗？他好像有点气不活了。交流会最后不欢而散，不满董晨带娃方式的专家们气得半死。董晨的言论触动了直播间内无数观众，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。回到家时，董晨将睡着的球球抱回了他的小卧室。经过一天的忙碌，收获的情绪值也足够进行一次高级抽奖。系统，我要抽奖！恭喜宿主抽中竞技技能滑雪，水平世界级，白雪皑皑，万里雪场，任你一骑绝尘。检测到您已完成1次高级抽奖，再完成9次高级抽奖，神级抽奖即可开放。不错，正好听说附近新开了家超大滑雪场，有时间玩玩去。老爸，想不到你这么厉害，今天摆摊那么多玩偶，竟然全卖出去了。哈哈，那当然，我可是你老爸，这点小事轻轻松松。对了，老爸，你哪里找的那么多玩偶呀？而且怎么感觉那些玩偶有点眼熟？那爸爸说了，你别生气可以吗？子涵看着老爸一脸不好意思，笑容逐渐凝固。回到卧室中才发现自己的玩偶全都没了踪影。臭老爸！第2天一早，3位爸爸收到通知，需要参加一场名为亲子大冒险的活动。活动项目正好是滑雪，3组家庭分别乘上了节目组安排的车，前往了那家新开的超大型滑雪场。车上，球球从小猪存钱罐里抓出2张纸币，看见纸币上2015的字样，伤心欲绝。过期的，又是过期的。昨天那些人拿来买烤地瓜的钱，竟然都是过期的。唉，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啊，咱们收钱的时候看好保质期就好了。来，这些过期的钱就交给爸爸处理吧。说着，董晨光明正大的把球球抱着的小猪存钱罐拿走。天可怜见呐，我真不想坑自家闺女的钱，都是因为球球这个小财迷，走到哪儿都要抱着这个小猪存钱罐，太不方便了。万一丢了怎么办？万一被坏人盯上了怎么办？钱放在我这个大人手里，不仅安全，而且孩子也轻松多了。不过，董晨手里的小猪存钱罐还没捂热，球球就转头看向了跟拍大哥。叔叔，你收到过过期的钱吗？跟拍大哥看向董晨，却对上他威胁的目光。你看我干啥？你自己收没收过不知道吗？我收过。哦，那看来爸爸真的没有骗我。叔叔你那么帅，肯定不会骗球球的，对吧？被球球这么一问，大哥手里的摄像机差点掉地上。不会，球球那么乖，叔叔怎么会骗球球呢？大哥满头大汗，心里的愧疚更是几乎要溢出来。哈哈哈，看球球单纯的小眼神，跟拍大哥不得愧疚死。晚上睡觉时的大哥突然坐起来扇自己一巴掌，大喊一声我真该死。你们在笑，我已经开始实践了，目标我女儿的存钱罐。这时车子的速度忽然慢下来。什么情况？堵车了？是上班早高峰，等着吧。爸爸，咱们是要去滑雪吗？没错，我们要去滑雪。说到雪，那萌萌你还记得昨天爸爸带你背的那首古诗吗？萌萌刚还有些兴奋，听到这眼神又是黯淡下来。记得。那萌萌给爸爸背一遍好不好？虽然不情愿，萌萌还是背诵起了古诗，只是刚背诵了几句，他就卡壳了。爸爸，后边的我记不住了。刚刚还一脸慈祥的张健，脸色立马阴沉下来。萌萌，你已经5岁了，有些事情不需要爸爸一遍遍提醒你了吧？家里所有好吃的、有营养的东西，从来都是紧着给你吃。爸爸妈妈就算是吃剩菜剩饭，也从来没有怨言。我们爱你，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做任何事。而你呢？昨天1天的时间，你竟然连一首古诗都没背诵下来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萌萌小小的心脏被愧疚填满。我对不起爸爸妈妈。
我不去滑雪了，我一定好好背诗。好，爸爸就知道我的萌萌最乖了。萌萌这么乖，爸爸妈妈就是牺牲的再多也值了。不出意外，萌萌再次被困在了唐诗300手中。涵涵还在生爸爸的气吗？哼，把我的玩偶全都卖了，你叫我怎么不生气？当时爸爸不也是没办法吗？这样，等回家爸爸教你葬爱家族语录怎么样？子涵一脸无语，脑中想到10000种离家出走的方式。那一会爸爸教你滑雪？啥？老爸，你还会滑雪？那当然，当年你爸我从20米高的地方滑下去，可是一声没吭。哇，这么厉害，那一会就靠你教我了，老爸。好难猜啊，陈峰是从20米高的地方滑下去的，还是滚下去的呢？你们是信陈峰会滑雪，还是信我是迪迦奥特曼人间体？迪迦奥特曼，你可以把哥斯拉带过来给我瞅瞅吗？没过多久，3位家长都到了目的地。节目开播3天，3个带娃奶爸和3个萌娃首次在现实中见面。爸爸，我有点害怕。怕什么？这不是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吗？你一开始还不会弹古筝，不会跳舞呢，现在还不是学得有模有样的？好吧。节目组给每个家庭都请了一位专业的滑雪教练，甚至还准备了一个医疗小组随时待命。很快，众人穿戴好了滑雪装备。不要，我不要滑雪，我害怕。萌萌的眼泪大颗大颗滚落下来，双手死死抱住了张健的大腿。要不你先安慰一下孩子，等孩子不再那么害怕了，咱们再开始。张健只能带着萌萌到场地边缘的长椅上劝起来，什么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攀登。张健说了一大堆，不过坐在长椅上的萌萌这次却是怎么都不吭声了。另一边，陈峰穿上滑雪板后，干脆跪在地上爬着走。不是，也没人告诉我还有我的事啊，不是看孩子滑雪就行吗？老爸，不是说你当年从20米高的地方滑下去，一声没吭吗？怎么现在又趴在地上了？其实我那时候是被吓晕过去了，才一声没吭。而且你个子小，重心低，摔一下也没多重。我一把年纪还长这么高，摔一下万一摔死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。子涵是真无语了，甩给自家老爸一个白眼，转头看向了滑雪教练。老师，咱们不管他，去那边练吧。哎，子涵，我可是你亲爹呀，你不能就这么把我丢在这里啊！子涵越跑越快，生怕别人知道他和陈峰认识，直到遇见球球才停下来。咦，这小孩好眼熟，好像是叫球球吧？你怎么自己在这里？你爸爸呢？我爸说我累赘，让我跟老师慢慢学，他自己去玩了。顺着球球手指方向看去，董晨正从高处一跃而下。芜湖，太刺激了，这可比烤地瓜好玩多了。董晨的速度和身姿直接看呆了所有人。卧槽，董晨你低调点，我刚跟老婆说了要学你的带娃方式，你别给我上难度啊！这单板让他玩的真是小母牛做火箭了。看似很难，实际上真就很难。话说，董晨刚才做的那几个动作，好像有点熟悉，好像在上一届世界运动会上见过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不是带娃直播吗？他怎么丢下球球跑去自己玩了？球球表示，家人们谁懂啊？这是亲爹能干出来的事。球球，要不咱俩一起学？你爸爸也丢下你跑去自己玩了吗？子涵小脸一红，指向身后正趴在地上朝自己蠕动过来的陈峰。唉，他要是真的丢下我跑去自己玩就好了。球球看了一眼蠕动的陈峰，小手忍不住一捂眼睛，没眼看，真没眼看。涵涵，你等等爸爸，爸爸真会滑雪，一会让我先给你打个样。老爸，你是要教我学区吗？看着这一幕，球球想起那个爱坑自己小钱钱的爹。哎，没事的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习惯就好了。董晨滑雪溜到飞起，球球被老爸的操作秀得满眼崇拜。那是我爸爸，那个靓仔是我爸爸。叔叔你快看，我爸爸好厉害啊，他刚刚都飞起来了耶。没一会，董晨在围观者的欢呼声中滑到球球面前。球球，看到你老爸刚才的英姿了吗？是不是帅呆了？见董晨一脸求夸的样子，球球秒懂。老爸，你真是牛妈妈给牛犊子开门，牛到家了。哈哈，球球真是太可爱了，还会说俏皮话呢。不是，董晨这是玩够了，终于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女儿了吗？绝了绝了，他是来找女儿要夸奖的吗？到底谁才是小孩，谁才是大人啊？在所有人都以为董晨是想起自己还有娃要带的时候，董晨却是拿出手机交给球球。球球，你给老爸照几张相呗。啊，老爸，你不带我一起玩吗？带，等你给老爸拍完照就带你玩好不好？好吧好吧。这个董晨就不能多照顾一下球球的感受吗？简直太过分了。球球捧着手机用镜头瞄准董晨，似乎还挺期待拍下董晨帅气模样的画面。球球，你爸爸总自己玩，还拿你当拍照工具人，你就不伤心吗？唉，伤心有用吗？我哭的也没有他响。随着董晨从高处滑下来，他的各种帅气动作也被球球用手机完美捕捉。球球这熟练度，平时应该没少帮董晨拍照吧？应该说球球平时没少玩手机才对。董晨也太胡闹了，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以让他玩手机呢？多伤眼睛啊！就在此时，一声饱含恐惧的尖叫通过直播间传到了所有人耳中。
哇切！大家快看张健和萌萌，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别人能滑，你怎么就滑不了呢？萌萌被张健吓到，整个身子软软的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爸爸，我不要，我真的害怕。张健一只手提着萌萌，另一只手指向正学滑雪的子涵。怕？人家怎么就不怕呢？都是小孩子，你看看人家，你怎么就不能争气一点呢？你现在马上给我站起来！消除恐惧的方法就是直面你的恐惧。你从这里滑下去，以后就不会再害怕了。张健不管萌萌的祈求，直接放手让萌萌从一个小陡坡上滑了下去。不出意外，萌萌刚滑出去不到3米就摔倒在了雪地中。这个张健有病吧？萌萌都说了自己害怕，他竟然还强行让萌萌滑下去。是啊，萌萌又不是不想学，他只是真的害怕，就像有些人天生怕蛇一样。蛇会咬人，滑雪可不会咬人。我支持张健的做法，消除恐惧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对恐惧。这句话说的太好了。我支持楼上的说法，这边建议把他送到珠穆朗玛峰顶玩蹦极，跳他个108000次，看你怕不怕。这时，张健走到萌萌身边，怎么样？其实也没那么让人害怕，对吧？张健伸手过去时，萌萌下意识躲了一下。爸爸，我不想滑雪了，我想回家。听到萌萌还是不想滑，张健的怒气又上来了。过了，站好，往下滑。萌萌再次被张健推下去，摔倒后又立即扶起来，再回到起点。循环几次后，萌萌终于憋不住崩溃的放声大哭。张健太过分了，为什么节目组不出面阻止他？没看见萌萌都情绪崩溃了吗？同一片天空，同样的父母，我爸也这么详细逼我学过散打。说实话，他当时的样子真的给我留下阴影了。专家呢？教授呢？怎么不说话？张健一改之前的耐心柔和，强硬对待萌萌的态度招来很多的不满。不过坐在演播厅里的专家李静看到张健的举动后，还是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欣赏。看来大家大部分都认为张健的做法有些欠妥，甚至是过分。不过我要说的是，恰恰相反，张健的做法不但没有过分，反而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。他先是耐心陪伴，好言相劝，希望女儿可以振作起来。劝说无果，相信这要是换做一般家长，在这时候都会选择放弃了。可张健没有放弃，而是改变了策略。现在娃有多大压力，以后就有多大的起飞可能。这看起来好像是有些残忍，但是其中深意是那些眼光短浅的人无法看到的。孝子还起飞上了，你当孩子是弹簧呢？小孩子本来就不能娇惯，现在张健施压孩子不理解，等以后就知道感激了。就算施压，也要等孩子稍大一些吧。萌萌才5岁啊。不想看张健了，我还是继续看董晨滑石秀操作吧。董晨耍完帅，抱着滑雪板潇洒走向满眼期待的球球。爸爸，你可以带我飞吗？球球呀，滑雪场有规定的，滑雪的时候不能人载人。你想飞的话，那就自己跟着教练学吧。我有些玩累了，先去休息一下。你要是愿意学就学，不愿意学的话就玩会儿雪好了。嘱咐一句后，董晨直接去了教学区边缘位置的长椅上坐下，欣赏起球球给自己拍的照片。董晨，你都自己玩了那么久了，怎么就不能陪孩子呢？你看看张健和陈峰，他们一直都陪在孩子身边呢。我现在就是在陪着他呀，不然的话我早就回家了呀。难道带娃就一定要时时刻刻跟在娃的屁股后面吗？你不烦娃都烦了。这回答很董晨。我怀疑他这是在狡辩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哈哈，你不烦，娃都烦了。没错没错，萌萌和陈子涵现在都很烦。哼，臭老爸，你不带我飞，我就自己飞。说完，球球转头就跑向了教练。姐姐，我要学滑雪。好，那咱们直接开始学吧。球球在教练的指导下进步飞快，一想到自己也可以像老爸那样在雪地上飞，他就有些压抑不住心中的小激动。不是吧，3个娃里竟然是一直都被不管不顾的球球最先学会了滑雪。哈哈，懒有懒的好处，董晨这波躺赢。完了，要是被张健看到球球已经学会了滑雪，他估计又要给萌萌上压力了。这时，球球忽然一个重心不稳，仰面就摔了一个屁股墩。跟拍大哥见球球摔倒，差点把摄像机都丢出去。转头看见董晨还在玩手机，大哥瞬间气不打一处来。董晨，球球摔倒了。哦，不是，球球摔倒了，你不过去扶起来，哄哄他嘛。他刚才的滑行速度不快，个子小，重心低，而且地上的雪也不硬，摔不疼的。身边还有教练跟着，我不管肯定没事。我要是过去吼，说不定他就哭了。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，弄得跟拍大哥也不好继续说什么。懒到家了，自家娃都摔倒了，他还在为自己的懒惰找理由。哼，之前网上还各种分析董晨带娃如何用心良苦，我看他就是纯摆烂带娃罢了，真是枉为人父。楼上的脑子是被驴踢了吗？刚还说小孩子不能太娇惯，张健把萌萌推了一个又一个跟头，你们不说，反倒过来喷董晨。董晨能直接说出球球没摔疼的原因，这就证明他一直都有在关注球球呀。弹幕横飞中，球球已经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拍屁股继续跟着教练学习，仿佛刚才摔倒的根本不是他一样。球球正练得起劲的时候，突然注意到一名运动员带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。运动员，那个男生是运动员。球球，咱们练咱们的，不要被别人打乱了节奏。董晨也看到了那个人，
他带来的小孩佩戴着各种大牌的滑雪套装和滑雪板。难道是闪电滑雪俱乐部学会选拔机构的人？那小孩看起来家里好有钱的样子啊！卷？拿什么跟人家卷？你进滑雪场买个票都要犹犹豫豫，心疼的不行。人家这一身装备就要5位数，甚至是6位数。资源、人脉、眼界，有些东西从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。10年寒窗能胜过人家3代经商的概率又有多大？一味的卷，一味的跟风，只会让普通的家庭生活的越来越艰辛，只会让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。改变已经迫在眉睫了。球球的目光完全被花式滑雪的小男孩吸引。哇，感觉他好厉害！只要肯学，你也一定可以像他一样，在雪地里撒欢的。我老爸滑雪那么厉害，我也一定不差的。这叫叫遗传。对了，是叫遗传，就像是我爸爸说我长得可爱漂亮，都是遗传了他的颜值一样。嘿嘿。哈哈，虽然董晨有点自夸的嫌疑，不过他长得还真挺帅的。有谁注意到了吗？球球提起董晨的时候，眼睛都在发光哎。球球真的太可爱了，我都想把我儿子介绍给他认识了。但仔细一想，我那废物儿子不配。快看快看，张健那边终于有效果了，萌萌站起来开始滑雪了。好，就这么滑，身体微微下沉，保持重心，萌萌真棒。萌萌脸上没有任何笑容，之所以开始接受现实，完全是因为他太害怕爸爸刚才的样子了。萌萌终于克服恐惧了，张健的方法真的管用啊！看来以后真的要对娃严厉一些才行。没错，只要压力给的足，小孩子就总能打破自己的极限，飞得更高。眉毛下面挂蜡蛋，只会眨巴不会看，你们看不到萌萌那生无可恋的表情吗？有谁在乎过他的心情吗？等着看吧，不用步入社会，等到初中，张健带出来的萌萌就能甩开董晨带的球球3条街。另一边，球球的进步也很大，至少他现在不用屁股当刹车了。这时，刚才的男孩垂头丧气地出现在了他的视野中。你怎么了？摔倒了吗？没有摔倒，是我选拔失败了，不能成为闪电滑雪俱乐部的成员了。闪电滑雪俱乐部很厉害吗？厉害是厉害，不过我已经连续2年选拔失败了，看来我的天赋是永远都加入不了俱乐部了。啊，要求这么高吗？我觉得你滑得很厉害呀。我不行，教练说我还差得很远，不适合滑雪，更适合回家种地。小男孩叹息一声，转身走了。球球也瞬间对滑雪失去了兴趣。唉，那个男生比我厉害那么多都不行，我还练啥了？不如回家看动画片。这时，之前一直在玩手机的董晨，终于是朝着球球走了过来。怎么了，球球？玩够了？玩够了，我们回家吧。董晨弯腰，直接一把将球球抱了起来。回家不着急，今天节目组管饭，听说这个滑雪场里有不少美食呢。哇，还有好吃的，那吃了饭再回家。小吃货一听好吃的就来劲儿了。按照父女俩话里的意思，中午吃一顿好的，薅节目组一下羊毛，然后下午就准备回家了。不是吧？就这么放弃了？张典和萌萌、陈峰和子涵可还在努力呢。完了，这00后爸爸也太废了，球球都道心不稳，放弃滑雪比赛了，他却什么都不做，合着节目组布置的任务，他一开始就没放在心里呗。3个家庭，董晨家的优势最大了，他本身会滑雪，哄着球球学会之后，妥妥拿第1，涨人气。可惜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一点上进心都没有。虽然没有骂声一片，可弹幕里此时此刻都是对董晨的不满。跟拍大哥也搞不明白董晨到底在想什么，忍不住替观众问出了心中的疑问。董晨，你本身会滑雪，球球对滑雪也不抗拒，为什么你不哄球球学会滑雪，完成节目组布置的任务？你没看到张健有多想第1个完成吗？就连陈峰也开始认真了，你明明可以轻松带球球赢得第1，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机会？一个节目组临时起意搞出来的所谓比赛，我要是真的为了输赢而忽略了我女儿的心情，那我才是真正的失败。老爸，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节日吗？肯定记得呀，儿童节吗？那老爸是不是忘了点什么？球球满眼期待，就差把求礼物写到脸上了。着啥急呀？老爸先告诉你个关于你妈妈的秘密怎么样？又想忽悠我，上次说我妈是嫦娥，后来又说是奥特之母，这次是烤地瓜西施吧？老爸，你不会真的忘了给我准备礼物了吧？没有，这不是想先逗你一下吗？说着，董晨从身后掏出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盒子。哇，老爸威武！球球，猜猜盒子里面是什么？猜对有惊喜哦。是最新款电话手表吗？不对，再猜猜。那是玩具。也不对，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总不能是练习册吧？恭喜你，猜对了，就是练习册。啊！董晨打开盒子，拿出一本崭新的练习册。那惊喜呢？练习册就是啊，看到它你不惊喜吗？闺女啊，知识就是力量，爹送你一片知识的海洋，让你在题海里尽情遨游，是不是很感动？有没有感受到老爸浓浓的爱？感动，太感动了，感动的想拔氧气管。谁家爹儿童节送练习册的？哎呦喂，闺女要谋害亲爹了啊！天好透好难受，单亲的孩子早当家，等你18岁。停，老爸，这招你之前就用过了。行吧，骗不过你了。
我觉得练习册还是太贵重了，老爸赚钱不容易，要不退了吧，换个便宜点的零食也可以呀。零食想得美。董晨指了指练习册，以后你就跟他过吧。哼，臭老爸，再也不要理你了。嘿嘿，逗你玩呢，真当你爹是魔鬼啊！大笑过后，董晨又掏出一大袋零食和一个玩具，这些才是你的儿童节礼物。哇，好多零食，都是我爱吃的，还有娃娃，我就说我老爸世界第一帅。行了行了，别拍马屁了。董晨又指了指旁边的练习册，知识的海洋也不是白买的，偶尔也得游一下。有，肯定有，等我吃饱，恢复下体力就有。看到球球手忙嘴乱的样子，董晨忍不住拍了张照片发到朋友圈，并配文：儿童节快乐，我的小公主。所有人都认为董晨在摆烂带娃，没想到他接下来的几句话让跟拍大哥哑口无言。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从进来滑雪场以后就只顾着自己玩了吗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先是自己玩，又让球球给你拍照，你管球球什么了？这次跟拍大哥总算是有了底气，不过董晨却是头也不回，轻轻一笑。肤浅，太肤浅了。我跑去滑雪，那是为了吸引球球的注意，在他小小的心里种下一个超级无敌帅的梦。有了这个梦，他就会对滑雪感兴趣，到时候不用我催，他自己就会想学滑雪。一个被逼着学，一个被哄着学，一个自己主动想学，这其中的差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先不说这两者的学习效果哪个好，单从心情上来说，你觉得哪个孩子更开心一些？当然是第二种自愿学的，比较开心了。答对了，那为什么后者会开心呢？因为有梦，因为感兴趣，所以我去给球球种梦。你怎么能说我是丢下球球不管，自己玩呢？听到这，跟拍大哥和直播间里指责董晨的那些人也都惊呆了。我操，好像被他圆回来了。麻了，真的麻了。原来董晨才是那个最在乎孩子的人。所以签到1万，不如做给孩子看。我悟了，今天的支持票，我还是给董晨。就连演播厅里一向看董晨不顺眼的李静，这次也在董晨一番发言之后陷入了沉默。难道真是我老了？人老了，观念也老了，思想也老了。李静虽然有些古板，但她并不算太偏激。张健的做法虽然可圈可点，但对于萌萌来说，无疑是有些残忍的。老爸，我应该不适合滑雪吧？谁说的？我觉得你很适合呀，进步也很快。球球指了指那个男孩的教练，我刚看到个男生很厉害，但那个教练说他不适合滑雪，适合去种地。那个男生比我厉害那么多都不行，我就更不可能了。好，那如果我赢了那个教练，是不是就比他更厉害了？到时候我再说你适合滑雪，你信不信？老爸，我承认你滑雪的时候有点小帅，可那个人是专业的运动员，你能比得过吗？不光球球不信，直播间里的人也都不信。董晨这是又要整活了，哈哈，这跟让泰迪上台打泰森有啥区别？坐等董晨丢人。董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陈峰？弹幕谈笑间，董晨直接找到了闪电俱乐部的教练，在得知董晨是想要找他比试滑雪技术后，他忍不住笑出声。啊哈，正好有些无聊，就陪你玩玩。他们的比试很快引起了整个滑雪场的轰动，张健和陈峰也带着孩子赶了过来。虽然和董晨不认识，但毕竟是同一个节目的嘉宾，张健和陈峰也都劝说起了董晨。兄弟，我不知道你为啥要跟他们比，但业余对专业，怎么想你都讨不到便宜的。听我的，算了吧。有句话叫啥？别拿你的爱好挑战别人的饭碗。兄弟，我承认你雪滑的不错，逗逗外行，耍耍帅，足够了。可真要跟专业的比，你真不行的。董晨没有多说什么，把球球交给跟拍大哥后，转身走向了最高处的滑雪台。真的要比，我再给你一次离开的机会。你现在离开，我也不会笑话你。看我上来做什么？你要想跑就直说，不用找借口。闻言，俱乐部教练也不再和董晨说笑。球球，你爸爸可真酷啊！我爸爸要是有你爸爸一半的胆子就好了。那当然，我爸爸说他一个冲刺能把大象给干飞。子涵听见球球的爸爸这么厉害，更加嫌弃自己的老爸了。哇，你爸爸好厉害！我爸爸看见老鼠都被吓得哇哇叫，还跳到我妈妈怀里求保护。完蛋，小棉袄开始漏风了。萌萌，你看见那个人了吗？你以后可千万不要学他，没把握和太激进的事情，千万不要去做，丢人事小。要是受伤的话，后悔就晚了。萌萌点头，但却有些听得心不在焉，因为滑雪台上已经有人冲了下来。董晨挑战滑雪场专业运动员，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赢了比赛。球球，你爸爸竟然赢了，太厉害了吧！耶，老爸威武！啦啦啦！球球呐喊过后，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我操，董晨比专业运动员足足快了5秒，藏得真深啊！看个带娃直播，给我看的热血沸腾的，一看一个不吱声。无视之，目瞪口呆，唯四字可言，牛而插之。董晨的胜利毫无疑问震惊了所有人。随后，董晨来到球球身边，将他抱起。球球，之前他们都说老爸怎么样来着？他们都说老爸根本赢不了，是不自量力。那爸爸赢了没？赢了。他们刚刚说的那些算不算？不算。对，他们说了不算，他们自己不行，
所以他们就来告诉我说我也不行。球球，你记住，当你想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行不行，有梦就去追。我懂了，老爸，我还想再试试学滑雪。行，去找教练姐姐学吧。这时，跟拍大哥走了过来。董晨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说，就是你这么教育球球，是根据的什么教育理念呢？董晨听到问题后，忍不住笑起来。理念？这问题有点太大了。不过，我可以跟你说说我的想法。对于小孩子，人们总喜欢说要言传身教，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身教重于言传。镜头随着董晨的视线对准球球，巧的是，萌萌和子涵也同时出现在画面中。我就想说，专家平时不是话挺多的吗？怎么现在不吭声了？火爆辣椒滚出来说话！我靠，楼上根本别激动，注意点血压，别成2代火爆辣椒了。你们发现没？董晨想要告诉球球一些道理的时候，他都是先做事再讲道理的，这就是先身教再言传吧。我觉得董晨不简单，说不定球球真的能拿下比赛第1。之后的时间里，董晨依旧是没有要过去陪球球的意思，他找了一个长椅靠上去，又玩起了手机。天可怜见，我是真不想摆烂呀，可节目组都花钱找来免费的保姆帮忙看孩子，总不能浪费人家一片好意吧。刚坐下没一会，董晨脑海里再次响起系统提示音。宿主摆烂带娃，收获情绪值57.9万，当前持有情绪值144.7万。嚯，这么快就又够一次高级抽奖了，过会儿再抽一次。现在我要好好休息一下了。董晨躺在长椅上睡着，这时球球突然来到董晨面前。老爸，我靠，什么？哥斯拉打过来了？看到球球，董晨这才清醒过来。老爸，美女姐姐说我学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先上赛道试试了。哦，这么快就学会了？我不信。是真的，姐姐可以给我作证。是的，球球太聪明了，还很坚强，摔了都不用我屈服，学得可快了。虽然董晨女儿都5岁了，可美女教练在跟董晨说话的时候，却还是不自觉的有些小脸发烫。哟，这么厉害，来给老爸露一手。嘿嘿，瞧好吧。球球信心满满，小小的身影在雪地穿梭，倒还真是滑得有模有样的。只是刚耍帅一会，就见球球摔倒在地。哎呦！看到这一幕，董晨却是掏出手机，对准球球就是一顿连拍，一边拍，董晨还一边笑。球球，你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像什么吗？跟被翻过来的小王八简直一模一样，太搞笑了。董晨觉得离远了拍不过瘾，还凑近了一些去拍。随后，董晨点开朋友圈，将照片上传并配文：滑雪的王子殿下和他的笨笨宠物龟。警告：花开富贵正在提刀赶来的路上。凡事不要慌，先把手机拿出来发个朋友圈。此刻，球球的眼神里全是对把氧气管的渴望。5岁小萝莉滑雪摔倒，亲爹在一边拍照狂笑，小家伙气成河豚。哼，这把不算，我只是饿了才不小心摔倒的，等我吃饱肯定能行。这话有找理由的嫌疑，不过也有真话的成分在里面。球球还真是有点饿了。行，那咱们先去吃饭。爸爸，我想吃黄焖鸡米饭、麻辣烫、铁板鱿鱼、羊肉串茶。不行，吃那些都不营养。小孩子最主要的就是要营养均衡，荤素搭配。难得的，董晨竟然说出了一句比较靠谱的话来，就连跟拍大哥听了后都想给董晨点一个大大的赞。不过很快，董晨就又接着说道：荤素搭配的话，我觉得旋转小火锅就不错啊。火锅，讨厌，我要在火锅里放章鱼小丸子。嘿嘿。大哥原地实话，不过想想董晨的话好像也没错，火锅涮肉涮菜的确是荤素搭配。另一边，子涵也在陈峰的软磨硬泡下，决定先吃了饭再练。萌萌因为之前哭了好久，又被逼着练滑雪，她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。爸爸，我饿了，我们也过去吃点东西吧。虽然萌萌一直都没跟子涵还有球球说过话，可她还是渴望能和他们交个朋友的。不过在萌萌提出要吃饭还不到1秒钟的时间，张健就已经出口拒绝了她。不行的萌萌，外面这些小吃摊太不卫生了，而且为了追求所谓的口感和美观，甚至还会在食物里放大量的调味料。你要吃饭的话，爸爸做给你吃好不好？张健看似在跟萌萌商量，其实语气里都是不容置疑。可是这不是家里呀，爸爸要在哪里做饭？爸爸当然有自己的办法，走，咱们也去吃饭。随后，张健带着萌萌来到一家面馆门口。爸爸，我们要吃面吗？萌萌眼睛一亮，这家店虽然闻起来没有其他店里的香味浓，但是也比回家吃要好多了。对，去吃面，爸爸给你做面吃，走。张健给萌萌找了座位让她坐下，就转身去找了店老板。而这边，萌萌身侧的玻璃窗对面，董晨正和球球一起抱着手机哈哈大笑。看见球球和他爸爸那么快乐，萌萌的小脸上忍不住闪过一抹失落。你好，吃点什么？我想要2碗面，不过我想自己进厨房煮，可以吗？店老板原本那一脸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。后厨不管是对于大酒店还是路边摊来说，都是有一定的隐私性的。难道这是什么探店网红，还是往后厨里探的那种？您别误会，既然不方便的话，那后厨我就不进了。麻烦您给我来2碗素面就好，调料的话我自己放。行吧。等了大约7、8分钟，2碗素面端了上来。谢谢。
张健略过其他调料，目标明确的挖了一点点盐，在2碗面里各放了一点点。老板直接傻眼。要钱的卤鸡蛋、豆皮、火腿不吃，不要钱的牛肉油汤、活猪肉渣渣也不要吗？真是小到拉屁股，开了眼了。不是，陈峰带着子涵去吃麻辣烫了。虽然不要麻不要辣，但也还算色香味俱全。球球那边更是小火锅都安排上了，张健就带孩子吃这。哈哈哈，老板都傻了，估计这辈子没这么卖过。那萌萌也太可怜了吧，天天清汤寡水的。看着爸爸端着面走来，萌萌的眼睛里写满了期待，但是看到2碗素面后，期待瞬间消失。爸爸，为什么我们的面跟别人都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了，我们的面更干净卫生，也更健康。他们那些面虽然看起来很好吃，但是添加了很多不好的元素。听爸爸的话，咱们可不能为了口舌之欲就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就凉了。好爸。